50岁的婆婆怀2胎，我不但不害怕被小姑子分走遗产，还脚不沾地照顾她。只因投胎到她肚子里的，是为了救我被车撞死的闺蜜小月。我们俩强联手，搞定豪门公公婆婆，拿下季氏集团全部资产，走向人生巅峰。爷爷，我厉不厉害？谁能想到我能托生成你婆婆的2胎？等我给你老公和小三姐逼个大的。妈，老来得子，必定人中龙凤。哈哈，我闺蜜就是嘴甜。婆婆被我夸得合不拢嘴，就你嘴巴甜。我们去医院做个 B 超，万一验孕棒不准呢？妇产科外，我捏着 B 超单，因为兴奋，浑身都在颤抖。1年前，小月为了保护我牺牲了自己，没想到有生之年，我还能有机会再见到她。突然，一只大手伸过来，一把抢走我手里的 B 超单，扫了一眼单子后，纪伯达的眼睛突然瞪大。柳如烟，你居然怀孕了，我都没碰过你，你哪来的孩子？你这个不要脸的贱货！说完，纪伯达就要扬起手甩我一巴掌，婆婆立刻喝住他，住手！纪伯达扬起的手顿住，一脸不甘心。妈，我知道你疼爱柳如烟是因为她是你闺蜜的女儿，可是她怀的是野种，败坏纪家门风，我必须好好教训教训她。快哭，这种时候就要装绿茶，让你婆婆对付她。闻言，我往婆婆身后缩了缩，一言不发，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。纪伯达这个蠢货绝对想不到，B 超单上那个孩子是他妈的2胎。这里是妇产科，你一个大男人来这里干什么？站在纪伯达身边，对我露出挑衅的笑容。纪伯达搂着刘婉宁的腰，理直气壮。既然柳如烟自己不要脸，干脆就离婚，我娶婉婉进门，她也是柳家的千金。婆婆看到纪伯达和刘婉宁站在一起，就气不打一处来。当初她和柳如烟母亲是闺蜜，柳如烟母亲就是被刘婉宁他妈逼死的。她刚一死，刘婉宁他妈就顶着大肚子嫁进了柳家。这2个人一起出现在 B 超市门口，肯定是这个贱人怀孕了。纪伯达和自己老婆还没有孩子呢，倒先弄出来个私生子。我和婆婆在 B 超市门口遇到了我老公和小三姐，四目相对，老公对我破口大骂，因为他从来没碰过我，我却来做 B 超做怀孕检查。我完全不在意我老公的话，因为怀孕的不是我，是我50岁的婆婆。纪伯达以为我顺势提出要娶刘婉宁，被婆婆当场拒绝。不行，我绝对不允许小三的女儿进我们纪家大门。阿姨，我妈妈不是小三，姐姐的母亲去世之后，我妈妈才嫁给父亲。姐姐，我知道你恨我，可是你自己也怀了别人的孩子啊。既然你爱上了别人，就成全我和伯达吧。爷爷，你别告诉她是谁怀孕了，让她误会你，使劲作妖吧，看待会你婆婆知不知她就完了。你们不要血口喷人，自己贱还倒打一耙。纪伯达气得把 B 超单甩我脸上。柳如烟，当初我就不该答应我妈，把你娶进家门。你肚子里的野种到底是谁的？医院里人多，吃瓜群众很快围了过来，对着我们指指点点。哎呦喂，大型抓小三现场！不对，原配自己也出轨了，还怀了孩子。对嘛，太精彩了吧！够了，都住嘴！怀孕的是我，纪伯达，你要当哥哥了。纪伯达眼前一黑。妈，你说啥？出轨的老公带着小三在 B 超市门口骂我不要脸，因为我们没有同过房，我却怀孕了，还去医院做 B 超。我没说话，婆婆却主动替我出头，因为怀孕的不是我，是我50岁的婆婆。从医院回来后，我直接搬回老宅，贴身伺候婆婆和她肚子里猥琐发育的闺蜜。婆婆逢人就夸我孝顺，各种给我塞礼物，房子、车子、珠宝，数不胜数。公公老来的女，宣布孩子出生后，直接过户纪氏集团30%的股份。纪伯达气疯了，我和闺蜜乐疯了。如烟，看吧，这就是我在地府9961年求来的福气，以后我们再也不用捡垃圾了。小时候在街头流浪时，认识了同样在捡垃圾的小月，后来我们一起进了孤儿院，又一起到处打零工赚钱，直到我被柳家接回去。那时候我妈已经死了10几年了，现在的柳夫人是小三上位，还给我生了个同父异母的妹妹，叫刘婉宁。1年前，刘婉宁策划了一场车祸，想害死我，却没想到闺蜜小月为了救我，自己被卷入大货车底下。突然，纪伯达冲进门，打断了我的回忆。纪伯达满脸关切盯着婆婆的肚子。妈，我问了很多医生，您50高龄产子，会有生命危险。现在孩子还小，流产对身体的伤害也小。婆婆瞬间气得脸色苍白，颤抖着手指着纪伯达。你可真是我的好儿子啊，居然想让我流产。我告诉你，我肚子里的孩子是福星，以后不要再说这种话。妈，我这也是为你好，你这个年纪怀孕丢人不说，就说您现在生孩子，还分给他30%的股份，到您和我爸死了以后，他那么小，哪有能力处理公司的事啊？50岁的婆婆怀孕了，我却完全不担心小姑子和我们分家产，因为投胎到婆婆肚里的孩子是1年前为了救我被车压死的闺蜜小月。我老公得知这个消息很不高兴，劝婆婆流产，和婆婆大吵一架。爷爷，跟她吵，得让你婆婆知道你会给她冲药。所以还没等婆婆张嘴反驳，我就立马拍桌子站起来，指着纪伯达的鼻子骂：丢什么人？你自己出轨，有了私生子都不觉得丢人，
妈怀了爸孩子反而丢人，你找医生看过脑子没有？婆婆的脸色瞬间阴沉。季伯达，我只认如烟生下的孩子是季家的孙子，你自己看着办。季伯达黑了脸。妈，我不会和她生孩子的，婉宁已经怀孕了，她会为我们季家延续香火。滚！我不想看见你。我扶着婆婆回房休息，眼角瞥见季伯达脸上恶毒的表情。完了，她肯定会想办法让婆婆的二胎没法出生，然后甩锅给我。如烟，别害怕，有我在，季家的家产没季伯达的份。第二天，季伯达带着刘婉宁回了老宅。柳如烟，你不是上赶着当保姆吗？我成全你，婉婉的胎你也一并照顾了。刘婉宁扶着肚子娇笑。姐姐，我们姐妹一场，你就帮帮我吧。婆婆从2楼房间出来，看见他们两人，顿时火气翻涌，怒气冲冲就要下楼赶人。你这个逆子，你这个贱人，居然敢来季家！你们给我滚出去！啊，不好，如烟，你婆婆脚底下的地板被涂了油。我脸色一白，果然看见婆婆尖叫一声从楼梯滚下去。50岁的婆婆老来得女，我老公怕还没出生的小姑子和她争家产，买通保姆在楼梯上涂油，让婆婆从上面摔下来。来不及思考，我一个箭步冲上去给婆婆当肉盾。一番抢救后，母子平安，只有我轻微骨折。一个保姆背了锅，被打一顿后赶了出去。这还是养了20多年的儿子啊，真恶毒！故意带小三回来气你婆婆。你放心，我稳得很，想杀死我没那么容易。终于又听见闺蜜心声，我抱紧婆婆，哭得梨花带雨。妈，吓死我了，妹妹差点就没了，都怪我。公公彻底发怒，把家里的保姆、保镖加上门禁全换了，还禁止季伯达回老宅。婆婆心疼我，给我打了100万零花钱。小月，你就是我的财神爷。我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婆婆孕期产检，每次都是我陪着去，检查结果都很好。闺蜜也很会来事，主打一个省事。婆婆吃饭她吃饭，婆婆睡觉她睡觉。50岁的孕妇气色比30岁孕妇还好。刘婉宁就没那么幸运了，她怀孕后掉头发、副乳、尿频，各种问题同时出现，她整个人都肿了起来，脸上密密麻麻全是痘痘，就连季伯达看她的眼神里都多了几丝厌恶。刘婉宁气得在家里摔摔打打。去查，到底柳如烟那个贱人给她婆婆吃了什么好东西？凭什么50岁的老贱人怀胎那么舒服？季伯达开始回家，偷偷顺走一些我给婆婆和闺蜜准备的补品。这二货以为自己神不知鬼不觉呢。我把季伯达拿走的补品全都换成面粉了。其实跟补品没关系啦，刘婉宁就是怕我跟季伯达抢家产，压力太大了，身体才出问题。我老公的小三姐和我50岁的婆婆同时怀孕了，小三姐害怕小姑子和我老公抢家产，压力很大，导致身体出现各种问题，直到确认她肚子里的孩子是男孩，而我婆婆怀的是女孩之后，刘婉宁才勉强睡上安稳觉。老爷子有了2胎又如何？还不是个丫头片子，能和婉宁肚子里的金孙相比吗？爷爷，你等我啊，2个月后我就来见你啦。等刘婉宁生产那天，我给你憋个大的。刘婉宁的孩子有个秘密。什么秘密啊？好难猜哦。产检的时候我们又碰上了，刘婉宁趁着婆婆上洗手间，在我耳边放狠话。柳如烟，你个蠢货，抓住婆婆有个屁用，抓住老公才管用。可惜你老公连碰都不碰你。我看着刘婉宁高高隆起的肚子，还有满脸痘痘，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现在什么样子吧。没事，你当小三开心就好。刘婉宁的肚子突然发动，季伯达火速把她送到季氏旗下最好的医院，还安排了最权威的专家团队。收到消息的时候，我正在给婆婆捏肩，给咱妈吹吹风，别让刘婉宁那个贱人有那么好的团队。听了小月的话，我立马开始吟唱。妈，我刚听说刘婉宁要生了，季伯达刚把最好的专家团队安排给她。话音刚落，婆婆就身体一紧，她也发动了，提前了2个月早产。如烟，走，我们去把贱人的专家团队抢走。我绝经的婆婆怀孕了，怀的是1年前为了救我被车撞死的闺蜜。我本以为再等2个月就可以顺利见到闺蜜，却没想到婆婆突然早产。我立刻打电话给公公，爸妈要生了，提前了好多，万一有危险怎么办？我们一路火花带闪电去了医院，产房刚好在刘婉宁隔壁。公公到医院后直接下令，给他安排最好的专家团队，但凡他有个万一，我要你们偿命。季伯达眼见专家们要出来，固执地拦在产房门口，谁都不许走，里面是我季伯达的女人，但凡她有个万一，我要你们偿命。逆子，那个贱人的命重要还是你妈的命重要？但凡你妈有个万一，我连你一起收拾。季伯达不服气，爸爸，婉婉生的可是儿子，妈怀的不过是个女孩，孰轻孰重，你还分不清吗？我打死你个蠢儿子！你妈就是生个蛋，也不能出一点事。最后，专家们被安排到我婆婆的产房，刘婉宁那里只留下几个护士，她疼得在产房上打滚。季伯达，你个没用的东西，我都快疼死了，你居然让他们把专家带走。而婆婆这边，专家们在耐心引导她。夫人，胎心很好，配合宫缩，用力。对，深呼吸。放心吧，我们都在。
我在一边急得直打转。嫣嫣，你放心，我会平安降生的，咱妈也会平平安安。隔壁那边很快就有好戏看啦，那个贱人的胎儿有问题。闺蜜死后在地府疯狂加班，终于换到机会投胎到我豪门婆婆的肚子里。婆婆生闺蜜的时候，刚好遇上老公的小三生私生子，我老公要把最专业的专家团队留给小三姐，被她爸暴揍一顿，最后团队也被带走给婆婆用。妈，加油啊！一定要把我闺蜜好好生出来啊！闺蜜，你放心吧，我没事，待会就出来了。你老公那儿现在可是有好戏看啊！有这种事，那我可得去瞅瞅。听说老公的小三生了个大黑小子，我赶紧去产房外等着看热闹。季伯达刚看到我就冷嘲热讽：哼，等晚生下继家长孙，我就和你离婚。行啊，我等着你的继家长孙。儿子，我的儿子出生了，我当爸爸了。不一会儿，护士抱着孩子出来，孩子裹着包被，护士神色怪异：请问谁是产妇刘婉宁的先生？他生了儿子。是我，让我看看我儿子。季伯达激动不已，小心翼翼抱住孩子，一把掀开包被。儿子，我的儿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我凑过去一瞧，乐了。季伯达，怎么你儿子是个黑哥吗？你们有钱人玩的还挺花。柳如烟，你闭嘴！季伯达的脸和死人一样难看，但我看着心花怒放。此时，另一个护士冲了出来：嗨，产妇大出血了，专家团队呢？季伯达听了扭头就走，我立刻挡在他跟前恶心他。你怎么就走了？不是说但凡他有个万一，要他们偿命吗？季伯达的脸臭到无法直视。滚！再说一个字我扇你！这就恼羞成怒了。她不是你最爱的女人吗？怎么能因为一个黑皮孩子就不爱她呢？老公说他和小三姐是真爱，两个人还有了个孩子，只不过生下来的孩子是个非洲兄弟。我故意对他阴阳怪气，但他没说话，咬了咬牙根，扭头准备走。这时候，刘婉宁的亲妈急匆匆赶来：伯达，婉宁是不是生了？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他看见季伯达一言不发就要走，一把拽住他。季伯达，婉宁是在用命给你生孩子啊！她无名无分跟着你已经很委屈了，这么重要的时刻你还要走，太没良心了。季伯达的肩膀紧绷着，眼看就要原地爆炸了。对啊，小妈说的对，你的爱人还在里面抢救呢。季伯达终于炸了，你们都滚！季伯达扔下这句话，气呼呼走了。刘婉宁他妈也来气，看见我更来气，但她在我面前永远是高傲的。你在这里干什么？难道还想从我女儿手里抢回季伯达？你做梦！他们儿子都生了，你这辈子都没机会。你妈生前争不过我，你也争不过我女儿。对，你女儿最棒了，看看你的外孙吧，季家的长孙呢？护士把孩子递过去，只一眼，妆容精致的老小三瞬间石化。什么？这是我女儿生的？完了，全完了！老三瞬间晕了过去。来人啊，急救啊！估计刚出产房的这段时间，是那个混血黑皮小男孩的人生高光时刻吧。我婆婆生了，小月来了。嫣嫣，我又回来啦，以后我罩着你。可惜了，刚刚很精彩，你没能亲眼看见。没事，谁让我刚出生呢？我老公盼着小三姐的孩子，盼了8个月，结果生下的孩子是个非洲兄弟。另一边，公公喜气洋洋出了产房，整个人都年轻了10岁，他满面红光。母女平安。如烟，你妈说是你照顾得好，她生产顺利，我给你200万零花钱。我直接一个滑产表忠心。爸，钱不钱的不重要，我主要是想照顾妈坐月子。那必须的，我的月子必须是我闺蜜亲自给我照顾。银行卡到账200万，咱闺蜜俩也是喝上富贵汤了。婆婆住院期间，我给闺蜜换尿不湿和喂奶，那叫一个积极。小月啊，今天拉的又是黄金爸爸，真棒！小月啊，你喝奶的样子真是超级可爱。小月啊，你的屁股真好摸。嫣嫣，求你了，能不能不要这么像一个变态？出院回到老宅，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季伯达阴沉的脸。怎么了这是？你不在医院照顾好不容易抢救回来的爱人，躲在这里给我甩脸色干什么？季伯达别过脸，似乎浑身都不舒服。从今往后不准提他，他就是个贱人，不配我那对他那么好，没弄死他都算便宜他了。小月，当初到底发生了什么啊？嫣嫣，当初我撞破了卢婉宁和一个黑人的奸情，他才对我起了杀心。卢婉宁表面爱季伯达爱得死去活来，其实私底下玩得可花了。在国外留学的时候是有名的交际花。那季伯达还真挺蠢的，两人勾搭了那么久，他还得等到生下黑皮小混血，才知道自己被绿了。绝经的婆婆生了个女婴，我高兴坏了。因为这个孩子是为了救我被车压死的闺蜜转世。夜里，我回房间睡觉的时候，一个黑影偷偷摸了进来，上来就开始啃我的脖子。我一惊，摸到床头的花瓶就往他头上砸。来人啊！有人闯我房间啊！灯一开，贼人居然是季伯达，他捂着流血的脑袋，恼羞成怒。你吼什么？你是我老婆，和我睡觉天经地义。这个不要脸的畜生，敢欺负你！嫣嫣，我们绝对不能放过他！我气不打一处来，狠狠踹了季伯达一脚。季伯达，你有病吧？
你口口声声说这辈子都不会碰我，怎么你自己说过的话是放屁？我告诉你，你再敢动我，我就跟你拼命！季伯达眼睛赤红，他不信我不爱他。如烟，我知道以前是我眼瞎，可我都是被刘婉宁那个贱人骗了呀。我浪子回头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滚！老娘这里不是垃圾回收站。赶走季伯达后，我气呼呼回到婆婆房间，小月又拉屎了，我去给她换尿不湿。嫣嫣，你真的不喜欢伯达吗？妈，当初我嫁他是想要一个家，但没想到他是这样的人，我现在厌恶他还来不及。那时候我刚被找回柳家，后妈暗戳戳折磨我，婆婆是我亲妈好闺蜜，我想着赌一把，也许嫁入季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可没想到事与愿违。还好闺蜜回来了，卡里还躺着暖乎乎的300万，日子充满了希望。50岁的婆婆老来得女，季伯达为了不被刚出生的妹妹分走家产，每天缠着我，想生个儿子，好保证自己的继承全部受影响。她还特意搬回老宅住，天天在我跟前晃悠，我照顾婆婆月子，季伯达就跟在身后屁颠帮忙，还天天给我买花，放话说要重新追求我，要修复我们的夫妻关系。反正我一个字都不信。小月满月那天，她第一次开口说话，爸爸妈妈，这下子可让老爸总公公和豪门婆婆又惊又喜，恨不得昭告天下，他们的闺女1个月就会喊爸爸妈妈了。乖乖满月就会喊人了，以后绝对是个商业天才啊！爷爷，你就等着瞧好吧，我一定把他们哄成胎盘，他们高兴了，咱们钱就有了。果然，公公霸气一挥手，我的卡里又多了100万。看我见钱眼开，季伯达也大手一挥，给了我100万零花钱。如烟，这黑心钱可不能收，这可不是给你的零花钱，是买断你子宫的钱。于是我把钱退了回去。季伯达的脸黑成锅底，他想让我帮他生下季家长孙，但我一直拒绝，他的耐心也被消耗的差不多了。如烟，以前都是我错了，你还年轻，不能一心当月嫂，我们早点生下自己的儿子才是正事。滚！突然，刘婉宁不知道从哪冲了出来，扑到季伯达怀里。伯达，我是真的爱你，那天我是被强迫的。刘婉宁看到季伯达拽着我胳膊的手，都是柳如烟这个贱人害的。那天我被下药了，那个黑人是如烟找来的，他这么做就是要毁了我。伯达，你要相信我，我那么爱你，怎么可能做背叛你的事情？季伯达看都不看他一眼，直接把他掀翻在地。刘婉宁，我是什么很蠢的男人吗？都到这时候了，你还想污蔑如烟？滚！季伯达，管好你自己的女人，少让她出来恶心我。保安，把这个疯女人拖出去。季伯达，你以为你自己是什么好东西吗？你就是蠢，你就是下贱。我要是沈如烟，我看都不会看你一眼。渣男老公发现小三姐生了个黑鬼后，恼羞成怒，回头找我求和，想让我给他生个儿子。不过我不打算跟他和好，甚至为了躲避季伯达的骚扰，我直接住进了公公婆婆主卧旁边的次卧，方便照顾小月。一有空我们俩就唧唧歪歪，计划着怎么让公公婆婆持续抱金币。小月在我的照顾下白白胖胖，很快就到了百日宴。小月的百日宴空前隆重，公公婆婆邀请了全城的名流。宴会那天，小月当众开挂说了一句：“爸爸妈妈，我奈迷蒙”，又差点把公公婆婆哄成胎盘。季总宝刀未老啊，生下的小公主才3个月就能开口说话。是啊，这以后长大了还了得。公公婆婆开心极了，直接当场宣布：小月是我们的老来子，是天降福星。我们宣布，当她成年后，正式成为季氏集团的继承人。这番话一出，全场安静，大家默默把视线投向低着头一言不发的季伯达身上。季伯达缓缓起身，从怀里掏出一份文件。爸妈，是你们逼迫我这么做的。他黑着脸把亲子鉴定甩到我公公身上。爸，你自己看看，这是亲子鉴定结果，季小月根本就不是你的亲生女儿，我才是你亲生的啊！婆婆第一个炸了，她狠狠一拍桌子，站起来怒吼：季伯达，你瞒着我们做亲子鉴定，什么时候做的？你怎么能选择今天说出这件事？真是一点都不顾及我和你爸爸的脸面了。公公匆匆扫了眼鉴定报告，悠悠的眼神锁住胸有成竹的季伯达。季伯达，你这么做是当众让你妈妈难堪，她养你这么大，你就是这么报答她的。就算你发现了什么，你也不应该在百日宴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出来。婆婆难道真的出轨了？那小月岂不是白投胎了？0.01秒之内，我计算好了银行卡上的余额。如果我和小月远走高飞，卡里的钱应该也够我们花几10年了。爷爷，你慌什么呀？你仔细看看鉴定报告。我一把拿过公公手里的鉴定报告，直接翻到结果那页。鉴定结果显示，季小月和季伯达的兄妹关系不成立，公婆老来得女，要把自己的全部财产都留给女儿。我老公恼羞成怒，带着亲子鉴定报告，在他妹妹的百日宴上，当众宣称妹妹不是他爸的亲女儿。不过他拿的鉴定报告只能证明他和妹妹不是亲兄妹。这季伯达是蠢的吗？拿着小月的毛发和他自己的毛发去做鉴定了。等等，兄妹关系不成立，那不就是他们2人当中肯定有一个不是我公公的血脉咯？但无论如何，都坐实了我婆婆出轨，这可难办了。爸爸，比起血脉，
面子算什么？难道让一个野种当季氏集团的继承人吗？季小月就应该被赶出季家。婆婆走到季伯达跟前，冷着脸狠狠甩了他一个大逼斗。没想到这么多年，我倒是养了一只白眼狼，我真是瞎了眼啊！季伯达捂着脸，眼里闪着恨。妈，我这么做都是你们逼我的，你从来就没爱过我。当初我和柳如烟结婚也是你逼我的，如今你又让一个孽种做季氏集团的继承人，你眼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儿子。婆婆瞬间血压飙升。我让你和嫣嫣结婚倒委屈你了，难道你要和刘婉宁那个贱人结婚？如果不是她生了个黑鬼，你是不是还把她当个宝贝？你这种蠢货根本不配当季家子孙。小月，这到底什么情况啊？你该不会真的是婆婆的私生女吧？不过无所谓，就算你是私生女，我也养你一辈子。我现在有钱了，大不了宴会结束我们就跑路。急什么呀？看好戏呀！这个蠢货弄死我不成，就想让我被季家赶走，哪儿那么容易？不对，我突然想到了什么，一拍桌子，噌的一下站起来。季伯达，前段时间小月奶粉里的安眠药是你家的。我老公到小姑子的百日宴上闹事，想让公婆取消小姑子的继承人身份，却被大家发现他就是之前给小姑子下药要害死小姑子的人。居然是这个贱人！季伯达的眼神闪烁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听我这一说，公公婆婆差点原地爆炸。原来收买张妈的人是你！好你个白眼狼！我们季家花钱花资源培养你，你居然给你妹妹的奶粉里加安眠药，你这是谋杀！那几天，小月一直和我说她很想睡觉，我不放心，偷偷拿着她的奶粉去化验，结果在奶粉里化验出了安眠药成分。季伯达立刻转移话题。爸爸，现在的重点不是这个，季小月不是您的亲生女儿啊，赶紧把她赶出家门啊！公公长长出了一口气，仿佛下定了什么决心。你说的对，野种不配继承季家的产业，必须被赶出门。卧槽，老来的女居然是绿毛衣顶啊！真是可惜了，多聪明的孩子！保镖，把这个野种赶出季家！爸，你搞错了吧？被赶走的人应该是季小月啊，我是你亲儿子啊！公公阴沉着脸盯着季伯达，仿佛看一个小丑。季伯达，小月本来就不是你妹妹，你们的兄妹关系当然不成立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季伯达的脑子打没打结我不知道，我的脑子反正打结了。嫣嫣，你慌什么呀？我是他们亲生的，如假包换，季伯达才是野种呢。季伯达，你是27年前我们从孤儿院领养的孩子。我老公在小姑子的百日宴上宣布，他和妹妹没有血缘关系，让他爸取消小姑子的继承权，却没想到小姑子是他爸的亲女儿，而他是从孤儿院领养回来的。原来搞了半天，季家长公子才是野种啊！季伯达，当初是因为我难以受孕，我们才去孤儿院领养了你，本来打算永远不公开你的身世，让你当一辈子大少爷。可你呢？你都干了什么？气氛一度很冷，小月偷偷提醒我，快去拱火！我立刻跳了出来，大声指责季伯达：畜生啊，真是个畜生啊！你明明受着季家的大恩，却撺掇保姆谋杀季家的孩子，你诬陷把你养大的妈妈出轨，还骂季家的千金是野种。嫣嫣，好嘴，会说你就多说。从今天开始，季伯达和我们季家没有任何关系，我会收回季氏集团的股份和他名下的所有财物。我当了一辈子富家公子，不能变成穷光蛋啊！季伯达一个滑铲跪到继父身边哀求：爸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爸，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，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孝敬你们。滚！感动我的女人，你再啰嗦捏死你！熟悉的霸总位，喜欢。季伯达被赶出门，身上1分钱没有，我和他闪电离婚，毕竟公公放话了，让我在离婚和丧偶里选一个。他出去找工作，但是昔日被他欺压的公子哥们纷纷动用资源，不让他有任何机会赚钱。后来他厚着脸皮去找刘婉宁，和他认错。婉宁，都是我的错，我是爱你的，如今我们之间没有任何阻碍了，我愿意和你结婚，给你一个堂堂正正的名分。没想到他的满腔深情被顾婉宁狠狠羞辱。滚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一个没钱的臭乞丐，以为我会看上你？刘婉宁是实实在在的柳家千金，现在的季伯达就是丧家之犬，他能看得上才怪。贱人，你们都是贱人，该死，你们都该死。后来刘婉宁某次泡吧出来，被蹲守了很久的季伯达狠狠捅了几刀，直接嘎了。贱人，都怪你，当初如果你没有勾引我，我和如烟早就生下孩子了，我就还是季家的少爷。来人啊，杀人啦！季伯达被110带走，因为故意杀人罪被判终身监禁。闺蜜1岁那年，婆婆和公公认我当义女，我成了季家人，正式改名季如烟。如今我们又成了姐妹。嫣嫣，我们要永远当闺蜜，富贵汤一起喝。太好了，我有钱了，可以去找男模了。